大家好，我是阿庆。昨天我到菜市场去逛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蔬菜，它呢是冬季才有限定、很特别的菜。好，那这个菜我相信大家看了都知道，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冲菜。那为什么会叫冲菜？哈，我跟大家讲，这个冲菜叶哈，它这个叶子我们下去烹煮的时候，尤其因为要做腌制嘛，好，简单的腌制。你会觉得它的味道吃起来、闻起来有那种很呛瓦萨比的味道，所以呢，在术语上就哇，这味道好冲哦，好，所以冲菜的由来就是这样。来，我快速介绍一下这冲菜，你把它想象，这叶子本来就是在这个菜心的上面，它是这样规长然后把叶子弄下来，它就是冲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青肉菜心，也可以说一个挂菜心。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冲菜叶怎么处理。它有开花的地方，好，我的经验啊，花的地方我会把它剥掉，因为这个下去腌冲菜的口感不太好。挑干净之后，来我们要来洗。在洗这个冲菜叶哈，我会建议大概流水让它冲个30秒至1分钟都没关系。冲完之后泡一下，让它软化一下，然后在洗的时候哈，尽量这样子戳洞，用那种拨动的方式来洗它，然后叶子尽量打开检查一下，容易呢可能会有一些虫，或者是一些异物，或者是一些小杂草之类的。好，这样子下去洗。我们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冲菜里面的这个缝隙，它的一些泥土一定要洗得很干净。来洗好后放到一个篮子来，因为要来晾干，尽量把冲菜叶的水分越干越好。甚至它有稍微的风干，那效果会更好。好，我这个冲菜呢放了1天，好，给它风干1天。1天后呢，得到的冲菜是很干燥，而且变得很轻。这里有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做这个冲菜呢，一定要让你的冲菜很干，没有水分，越干越好。这个冲菜它必须在很干燥的环境，还有很干燥的状态炒出来才会好吃。好，那一定会有朋友问说，那这个冲菜到底要不要再洗过呢？跟你们说，不用洗了，因为你要晾干前已经有洗干净了，所以不用再洗咯，因为它最怕水分了。好，那把这个头这个地方削掉，好，这里比较粗纤维的地方，那这里梗比较粗的地方，来分开，然后呢，直接这样子切细一点没关系，好，这样吃起来口感才会好。好，再来这里呢，叶子比较大的地方稍微切一下。切好冲菜，直接放到锅子里来，记得都不要加任何一滴油，直接开火。我一开始会大火，然后温度上来再转中火，慢慢的炒，炒到什么程度，我等一下教大家看。记得哦，这道冲菜腌冲菜你不能炒到全熟，全熟呢，它等一下呢，你再入装罐，然后冷藏冰箱，它不会在里面发酵，跟这个味道让它跑出来。所以你要让它炒到半熟，半熟的状态呢，你整个装满，然后直接趁热放到冰箱里面去，它会在里面进行有一点像发酵的感觉，好，那样子的冲菜的味道会特别好。来，我现在是开大火，这时候你听到嚓嚓嚓嚓嚓声音有没有？它的那个温度上来，来转中火，然后开始炒。来，大家现在看哦，你看一下现在的颜色是很翠绿色，对不对？等一下炒到5分熟的时候，它会变暗一点点，好，暗一点点的颜色。来，你们在炒的时候，叶子的地方要推开，好，因为叶子比较容易纠结在一起，推开。好，来，我教你们去摸，轻轻的摸一下这叶子，感觉有热度上来，对不对？还不够，要你去摸那个叶子，稍微会烫你的手，基本上这样就差不多5分熟了。好，差不多了。全程炒时间大概在2分半至3分钟。你看冒烟了，对不对？来关火。我的手去摸会烫手了，这样子就可以了。现在这样子的冲菜刚好是5分熟，然后你看它颜色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它有比较深一点的翠绿色，有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来装罐，一定要趁热哦，千万不能怎么等到放凉啊，不行，一定要趁热。你看我是自然让它填满，我不要去挤它，让它有空间可以在里面类似发酵这样。来，盖上盖子，锁紧，倒扣，这样子。它等一下会有一种微真空的感觉。这个玻璃罐啊，罐子一定要
干净，不能有任何的杂质、水分跟油脂。装好倒扣之后，趁热，听好哦，趁热放到冰箱，不用担心你家冰箱会坏掉，这4罐而已，这个量还好。放到冰箱是要让它瞬间赶快去冷却。那我们现在放到冰箱，最佳的时间是冰1个晚上。如果你赶时间，1个下午3到4个小时也 OK。好，冲菜的部分，我们先让它自然的去发酵、去静置。我现在来做这个菜心部分的料理。那我菜心的部分我会把它做成一道汤。那这个汤里面还会有放一些肉啊，还有一些豆腐、油豆腐类的。我要让它做一个类似白煮的这种切盘，非常好吃。好，那现在先来做这个简单的汤底。那我今天用的排骨呢是龙骨。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今天会用龙骨因为第一个龙骨便宜，然后它熬出来汤味道又棒。然后呢，因为我里面今天会放蛮多的肉，所以排骨肉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烫排骨记得一定要冷水下，然后记得排骨我的做法都是先水洗过，洗过的排骨你烫出来，它的杂质不会那么多。基本上杂质的来源都是这种血水，所以你洗得越干净，烫出来排骨杂质就会越少。然后再烫这个排骨加一点盐，会有助于在烫的时候它的杂质烫的会比较干净。不管你是用什么部位的排骨，烫过一定要洗过，把表面的杂质洗掉。好，我这里倒2000cc 的水，开始熬汤。先把这个排骨先放下来，你看烫干净、洗干净的排骨，你下去的汤水都很清澈、很漂亮。然后这个排骨也很便宜，我这样子1斤才45块，很便宜，有的还卖到40。所以呢，你要善用一些排骨。好，它不一定要买全部都是肉，像我今天的做法有别的肉就去辅助这个排骨，做法也很赞。好，这个排骨汤滚了我今天要放2款肉一起下去煮，一款是大家很常看到的猪颈肉就是俗称的松板肉那记得肉一定要洗干净，洗得很干净之后再表面擦干，这样就可以了，不用穿烫过，直接下去煮汤。好，放下来。那第2款肉这个比较特别，这个叫猪的前腱子肉。那这个腱子肉有分前腿跟后腿，那我建议前腿比较好吃，因为前腿呢，猪主要走路出力的地方是前腿，前腿支撑力会比较大，所以这里运动的量比较多，它的筋啊、肉啊弹性煮出来非常好吃。好，那这一锅就让它慢慢煮，我们来处理这个菜心。菜心一样洗干净之后，先从头这边去掉。我个人在切这个方法，我会先把它切一段一段然后呢，你可以2种方式，一种是像这样子慢慢的削，把它的粗纤维地方削掉，看到里面嫩嫩的这个菜心就可以了。好，那第2种方式你也可以这样子用绕圈圈的方式，慢慢的把这个菜心表皮给去除。好，那我旁边这一锅汤也滚了，来盖上锅盖，记得一定要转小火，让它在里面慢慢的熬煮。因为我今天的汤要让它呈现有一点雪白色，所以我会盖锅盖。如果你不想雪白色的，你要轻一点的，你就锅盖开这样子，让它不要在里面焖煮，这样子你的汤头起来就不会是浊白色的。那去完皮的菜心厚度就看你自己，我会切大概在1.5公分至2公分，因为等一下煮汤的时候下去熬，口感它是属于比较软绵的，这样子大块一点吃口感会比较好。好，那这一锅盖上锅盖，转小火先煮10分钟，10分钟到，等一下再放第2个食材。好，我这10分钟时间到咯，先打开，没有它的汤稍微浑浊了来。为什么我要先炖10分钟呢？如果你一开始我要加的这些料太早下去会烂掉，所以分开。菜心这个时候放下来。其实我今天这一锅的概念就有一点像在做白卤，只是说我的这个白卤汤等一下可以喝，再来你又有这个蔬菜跟一些豆腐、豆干类可以吃，我觉得蛮方便的。同样做法可以进行个2、3道菜。一煮多菜的吃法，来，这是我自己私房吃法，我会去买这种高山的娃娃菜，这个很好买，然后你就直接放上来，不要切你洗干净，底部稍微削掉，黑黑地方削掉就好，然后整个放下去煮。好，再盖上锅盖，让它滚起来，转小火15分钟。好，第2次的15分钟时间已经到咯。哇，这个时候汤已经浓郁了，然后你看里面的娃娃菜
跟菜心，尤其是菜心，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轻轻一夹，哇，它就散掉了。所以记得哦，菜心不要太早下，太早下你的菜心会烂掉。就先把这里面的菜先夹起来，娃娃菜已经好了。娃娃菜在夹哦，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从尾巴的地方夹起来。你如果从头夹，你用夹子啊，我有被烫过，它要从旁边这里烫到你的手，哦，那个很烫，所以要很小心。好，再来是把里面我刚刚放进去的猪前腱肉，这个前腱肉非常好吃，你看端一端的，很有弹性，一块精华，俗称松板猪的猪颈肉。猪颈肉用水煮的啊，尤其是用这种高汤下去烫，超好吃。那你这里呢，你就给它放凉一点，再来切。那我们里面剩的是菜心跟这个排骨，其实排骨也炖得很烂了。我喜欢吃倒瓜子跟豆腐，好，来。那这里有个小重点，一定要记住哦。不管你买回来的这个油豆腐跟豆腐多干净，要这种白卤的时候，一定要用热盐水汆烫过。第一，可以去除异味；第二，你烫出来的不管是豆腐、油豆腐，口感会更好。然后呢，这个油豆腐哈，你等一下下去煮，这不用太久，大概5到10分钟就好。它在吸味道很快，它不像在卤酱油的那一种，不太一样。豆腐也是，放下来。试一下汤头，现在都没有调味哦。哇，非常的鲜甜。这里面的甜来自菜心，还有我们刚刚的排骨，跟这一些松板猪，好猪颈肉跟前腱子肉。好，调味只要盐跟白胡椒粉就好。盐2小匙，1/2小匙的白胡椒粉，这样子就好了。油豆腐啊，豆腐这一类下去哈，跟着下调料，然后一起下去小火煮。你在煮油豆腐跟豆腐的时候，建议不要盖锅盖，因为你盖锅盖，它的温度会太高，你的油豆腐会太胀，等它冷掉，你油豆腐的口感就不好吃咯。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滚起来之后，转小火炖5到10分钟。来这里哈，我偷偷跟大家讲一下，我发现啊。刚虽然我讲说只要加盐，对不对？但是你放大概3颗冰糖，3颗就好哦。这种大小颗的冰糖下去，你的汤会更好喝，真的试看看。好，我这汤也快好，我先把这个白切肉它也放凉了，先来切这个白切肉。它猪颈肉的部分哈，我建议可以的话，你用这样子片的会是最好吃。大家看一下这个肉，它非常的软嫩。娃娃菜就直接从这里断刀，然后来，我的吃法比较简单哈，撒一点大蒜上来，再来一些葱花，再来是硬油膏，就是黑豆酱油膏，因为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好，淋一些在上面就好。第一盘白煮肉完成，好，那汤也煮好了，这个汤最后上面再撒一点香菜，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这葱菜也冰了1个下午了哈，所以你看它颜色稍微变黄，但是还是绿。那当然，你如果冰到隔天，味道会更好吃。现在的味道，你打开它就是瓦萨比的味道，但你吃下去，哇，又很清爽，不会太辣。这个就是冲菜的特色。那冲菜的吃法可以有哪几种？哦，来，很简单。第一个呢，你就是拌蒜头、辣椒，然后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辣油、乌醋，拌一拌，这样子你就可以吃了。配饭、配面、配水饺都 OK。那第二种就是我现在分享给大家最简单的炒豆干。好，锅子稍微加热，加1大匙的油，然后我第一个是会先把豆干下去炒香，下去全程大火炒1分钟，把豆干炒到香气出来，然后你看它有稍微表面上色了，对不对？好，把蒜头、小鱼干好加下来，记得哦，小鱼干泡过水可以去腥，洗干净。那蒜头跟小鱼干下去，大火炒2分钟哦。这时候把冲菜1罐的量全部加下来，来，冲菜下去之后继续大火炒。这道菜其实就是全程大火快炒，冲菜下去呢，吸收一下它里面的香气，然后炒出香气来。好，我先关火一下，来，调味料开始，黑豆酱油膏1.5大匙，白胡椒粉1/2小匙，米酒1大匙。好，下来开始大火快炒。来，最后要起锅前，芹菜跟辣椒下来。好，关火，这样就可以上菜了。那今天你看完冲菜跟芥菜心
做的料理是不是觉得非常简单啊？下一次你到菜市场再看到这些菜，不用害怕，买回来照我的方式煮出来，你只有吃得到清甜不苦涩，还有营养满分的芥菜料理。那冲菜呢，你可以做好冰箱，要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吃，冰2个月没问题。今天的料理你有学起来吗？趁现在是冲菜的盛产季节，赶快买回来试做看看，让你的家人吃一下不一样的芥菜料理吧。上菜。